篇读书苦乐呢，是一篇散文。散文是在我们中国的现代文学当中，它是和诗歌、小说、戏剧并行的一种文学题材。散文的特点就在于形散神聚，意境深邃，语言优美。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篇散文它读书苦乐的结构。它第一段写了读书是苦的，第二段它由读书之苦过渡到读书之乐，然后第三段、第四段都写的是读书之乐。所以通篇的看下来，虽然文章的题目是读书苦乐，但是我们觉得他写什么东西更多一点，写乐更多一点。他觉得读书是乐的这个主题更鲜明。那整篇文章就向我们传达了这个信息：读书是一件乐事，我们应该爱上读书，做一个快乐的读书人。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篇文章它的语言的风格。语言风格上是非常的平实朴素的。杨绛先生这篇文章秉承了他一贯的写作风格，他大量的运用了简洁平实的语言，有些地方甚至用了口语，就像是把读者当作熟识的朋友，很多话就口无遮拦的就说出来了。其中也可以领略到杨绛先生他的一个性格以及文风当中很直爽的一面。比如说在这段中他说陶渊明，我只愁他政治经济学不能及格呢，这还不是因为他不求甚解啊。还有像这段的开头，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是隐身的串门。包括像最后一句，反正话不投机或言不入耳，不妨抽身退场，砰一下推上大门，也就是说啪的合上封面，谁也不会嗔怪，就是非常的口语化。那这些语言虽然看起来很平淡，但是平淡不等于贫乏，因为作者他在当中渗入了很多诙谐幽默的一些佐料，所以就使得语言平添了几分灵动之气，让我们读起来感觉很安静，但是不古板，很活泼，但是不浮动。那个脑海当中就似乎会有这样的画面感存在。所以说文章写得好的人是很容易把读者带入他所营造的那种氛围和画面的。杨绛先生的很多的文章都是这样，如果大家曾经读过他的一些文章的话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最让我赞叹的就是杨绛先生他在用朴实幽默的语言跟读者分享读书的好处的同时，也将自己肚子里积累的这些墨水就尽数的倒出来，字里行间随处可以看到引经据典的东西，可谓是随手拈来，全不费功夫。这个我觉得得益于他平日里卷不离手的一个老习惯，是很多年积累的结果。那正因为杨先生的博古通今，满腹才华，所以他写出来的读书感悟才会让我们读者觉得听了真的是心服口服。这也是我今天为什么选这篇散文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下面我们来罗列一下，在短短这篇散文当中，杨先生引用了多少的典例。首先他提到陶渊明好读书，读书不求甚解。那陶渊明大家都熟悉，他是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词赋家。陶渊明他姓陶，名是钱，字渊明，我们经常叫陶渊明，其实陶钱是他的名字。还有一个字呢是原谅，自己称自己呢是五柳先生。私事尽节。那什么叫私事呢？私事就是古代的士大夫死了以后，由亲属、由朋友或者由门人给予的一种谥号。世人也称作是尽节先生。陶渊明他是我们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作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他的诗分好多类，他有饮酒诗、咏怀诗、田园诗、散文词赋。那饮酒诗呢，他应该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就以那种饮酒以后醉酒的那种语态我们说借酒来抒怀来抒情，来指责是非颠倒的一个上流社会，来反映仕途的险恶，来表现诗人退出官场以后的那种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者说是表现诗人他在困顿当中的牢骚不平。咏怀诗呢，
表现了他的政治的苦闷，来抒发高贵的人格，也表现自己归隐以后有志难平的政治的苦闷，抒发自己不和世俗同流合污的这些精神。那他田园诗是数量写的最多，也是成就最高的。我们说他是田园诗的开拓者，他的田园诗很淳朴很自然，然后意境也很高远拔俗，为中国的诗坛应该说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直接影响到了唐代的田园诗派的创立。陶渊明的散文词赋其实地位和影响也不下于他的诗歌，特别是《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和《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我觉得我们上学的时候应该也都读过，领略过他的风采啊。这3篇是他的散文词赋当中是最著名的3篇。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陶渊明的这一则饮酒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争议，欲辨已忘言。就是说，生活在人间却没有车马的喧嚣。你问我为什么能这样呢？因为心灵清远，地自静偏。采摘菊花在东篱之下，悠然间，那远处的南山映入眼帘。夕阳西落，傍晚的景色真好，更见有飞鸟接着伴儿归还。这其中有多少滋味要表达，欲要说明，却又忘记了语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觉得这是1000年以来脍炙人口的名句。这句话因为有了心远地自偏的这个精神境界，所以才会悠闲的在篱下采菊，才会抬头见山，是那样的怡然自得，那样的超凡脱俗。杨先生之所以说他是不求甚解，是因为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里面有这么一句：好读书，不求甚解，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喜欢读书，但是我并不追求个别字句理解上面的探究，我不去钻牛角尖。那每当有书中的思想和情趣和自己是相吻合的时候，我和它产生共鸣的时候，我就会高兴的忘了吃饭。所以对于阅读，我是很欣赏五柳先生，也就是陶渊明的态度。读书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它是一件很随性所致的得去即止、自得其乐的事情，只是这样子。那只是为了追求会意的时候，我产生的那种欣然感，把读书当作消遣，当作自娱自乐，当作是自己的生活的一种情趣，一种抒发。这个是在描述一种把读书当作业余消遣的这种很从容的态度。我不是为了考功名而读，我不是为了考级，我不是为了怎么样而读，是一种不慕荣利的超凡脱俗。我也希望在我们以后阅读的读书学习当中，也能够慢慢的达到这样的一种境界啊。这个他举的是陶渊明的这个典例。